中国央行终于要拉下最后一条底裤了。就在昨天，央行开始公开吹风，暗示存款准备金率要打破 5% 这个所谓的隐形下限。这一消息一出，金融圈内炸开了锅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政策调整，而是直接动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根基。先别急，我们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。根据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，中国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为 6.6%， 其中大型银行为 8%， 中型银行为 6%， 小型银行已经降至 5% 的底线。而现在，连这最后的 5% 防线都要被攻破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央行在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，以专栏形式提到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，还振振有词地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并没有绝对的高低和优劣。这话说的真是轻描淡写啊，仿佛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只是小打小闹，根本不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似的。但内行人都知道，这哪是什么完善制度，分明就是救命稻草。权威数据显示，2024年4季度末，中国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跌至 1.1% 的历史低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的银行已经把资产运用到了极限，已经没有任何余粮可以应对突发情况了。用行话说，就是降至极限水平。更要命的是，监管层这次不仅要动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，更准备大幅调降大型银行的准备金率。兴业研究的最新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，当局计划更大幅度下调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，缩窄第一档与第二档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的差异。说白了，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释放流动性，哪管洪水滔天。有分析师已经给出了具体数字，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可能从 5% 一路降至 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按照中国6万多亿的 M2 货币量计算，这意味着将有数万亿的资金被释放出来。这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，拼命把最后的氧气罐也给扔了，只为了在沉底前再挣扎一下。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比较。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准备金率长期维持在 1% 左右，美联储更是如此。但这些国家能这样做的前提是什么？是他们拥有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市场机制。而中国呢？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就明确表示，中国仍需要央行保持强势，对流动性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。言下之意，中国的金融市场根本没做好这种大规模自由化的准备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监管层考虑突破 5% 红线的同时，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正在持续攀升。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末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 1.62%， 不良贷款余额高达 3.23 万亿元。这还是官方数据，实际情况只会更糟。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，2024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蒸发了超过30万亿元的价值，这相当于日本 GDP 的一半啊！房地产又是银行贷款的最大来源，现在房地产崩了，银行的资产质量自然就恶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降低准备金率，这不是在火上浇油吗？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当局此举背后其实是被迫无奈。据悉，2024年全年中国政府债务新增了约7万亿元，达到了 GDP 的 10% 以上。政府债务率已经超过 130%， 处于高危水平。政府自身的钱袋子已经空了，只能通过降准来变相把银行的钱偷出来，用来填补自己的窟窿。最让人担忧的是超额准备金利率的问题。目前中国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为 0.35%， 有传言说央行准备将其降至 0%， 甚至取消。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警告说，
如果这样做，将会导致资金从传统存款产品中流出，涌入股市、债市等金融市场，不仅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性，也使得本国货币吸引力下降，加大资金外流压力。说得更直白点，这会导致2个可怕的后果：一是银行挤兑风险大增，二是资本外逃加剧。据估计，如果超额准备金利率降为0，可能会导致至少 5% 的居民存款外流。按照目前约120万亿的居民存款规模计算，那就是6万亿资金的外流。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就3万亿美元，根本扛不住这么大规模的外流。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有趣，中国央行正在考虑将中短期国债纳入准备金范围。这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实质上就是变相降准，让银行可以用国债来抵充存款准备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中国财政捉襟见肘，急需银行加大对国债的购买力度。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本质是隐性的降低准备金率，会相应弱化央行调节流动性的主动权。与实打实的降准相比，该政策不具有政策信号作用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已经无法光明正大的降准了，只能靠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更让人不安的是降准的后果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中国就是靠着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大幅降准，才造就了之后10年的房地产泡沫。而现在，当这个泡沫正在破裂的时候，决策层竟然还想故技重施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有经济学家预测，如果中国央行真的突破 5% 的存款准备金率下限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通货膨胀率突破 5%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8:1以上，老百姓的存款将大幅缩水，财富将被严重侵蚀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央行真的敢这么干吗？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国高层对此也是意见分歧。有人担心降准会引发金融风险，主张稳字当头，但也有人认为必须用非常规手段刺激经济，否则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跌破中国官方设定的 5% 红线，那样政治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其实仔细分析，中国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。从去年开始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崩盘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加剧，民营企业经营困难，消费不振，出口下滑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经济的持续低迷。官方数据或许还在报喜，但从电力消耗、货运量、进口量等实体指标来看，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要糟糕得多。最新的 PMI 数据显示，2024年12月，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.0， 连续第3个月位于收缩区间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就业指数仅为 47.9， 这意味着大量工厂在裁人。高盛的研究报告甚至估计，中国真实的城镇失业率可能高达 20%， 远超官方公布的 5.7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决策层别无选择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打破 5% 的存款准备金率下限，释放更多流动性来刺激经济。然而，这种做法更像是饮鸩止渴，短期内也许能缓解症状，但长期看将埋下更大的隐患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这次降准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。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，中国决策层最多只会把小银行的准备金率降至 4.5%， 而不会一步到位降至 3%， 因为担心引发系统性风险。但这点力度恐怕对于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有分析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人，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就像是给他吃退烧药。退烧药确实能降温，但解决不了病根。如果总是靠吃退烧药来维持，最终只会掩盖病情，
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更为隐忧的一点是，中国的银行业已经不堪重负。据银保监会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末，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仅为 186.7%， 比2022年末下降了18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正在减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准备金率再进一步降低，银行的风险缓冲将进一步被削弱。总结一下，中国这次打破 5% 存款准备金率下限的举动，表面上看是改革，实质上是被迫无奈。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，传统的政策工具已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决策层似乎仍然没有认清这一点，还在寄希望于老一套的刺激手段。说到底，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流动性不足，而在于结构扭曲、创新不足、消费疲软、人口老龄化等深层次矛盾。仅靠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种短期刺激措施，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。相反，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，最终使中国经济陷入更深的困境。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警示信号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，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的金融风险事件。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，将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毕竟，当当局连最后的底线都要突破时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